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四川广安的一座大山里面。我们经常说一个溶洞或者山洞几百米都算是很了不起了，但是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呢更了不起，听说里面是深不见底啊，有几十公里，可能上百公里长。听说是整个贯穿了整个这座山脉，因为很多人走了几个小时都走不到，然后只能回来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深不见底的溶洞山洞到底什么样子的，里面是漆黑一片的。看里面的溶洞之前，先看一座小的寺庙。这座寺庙非常有意思。先看牌坊，它这里有几个字：洞府和蓬莱，相当于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是不是很好玩？估计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也全部都是用石头这样累积起来的。先上去看一下，这里的一副对联有蓬莱，还有洞府，这些巨大的石头，当年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旁边一个小房间，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那个上面有一个山洞，我们等一下看的洞不是这里啊，是在旁边。看看内部的空间，你像这些，全部都是石头累积起来的一样的，这是天然的洞穴啊。看看，哇，潮湿，里面还有个小的，哇，可能还有人爬过，才真的有人爬进去过的，因为有痕迹，看到没有？我就不过去了，有点害怕，因为我是一个人。这里就是洞穴的入口，还有人来这里专门休息，因为这个地方里面是非常凉快的，往里面多走一点可能还是冷的。这就是老溶洞的门口，这是石牌坊，听说是清朝道光时期修建的。大家看到这种牌坊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它这里呢是四柱三门，其实应该来讲的话是四柱一门两窗户，左右两边是窗户啊，左边那个窗户有点破坏了，中间这个是门，也是仿木结构的石头建筑。牌坊上面有几个字：泽论众生。这是有一个人在这里睡觉，打呼噜的声音非常小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震耳欲聋。我们开始往里面走，一进来，这里面是非常凉快。大家看看有多高，宽度大概有3米到4米，高度的话差不多有10米左右。然后这是墙壁上的一些石头，凸兀不平，凹凸不平。这里还有人留了字。这里是漆黑一片的，我可能也就走几分钟吧，不往太里面走，因为也害怕。现在就我一个人。哇，看一下，这是不是石头？这些好像也不像石头，会有什么声音？嚯，这底下。我刚才碰到2个当地人，就是在这里睡觉的、休息的。他们说他从小就在这里走。他们说走3、4个小时，可能才到某一个洞口。哇，这里好多什么声音呢？那这里是不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？哦，对，上面那边是出口，这里离出口不到100米，我都有点紧张了。因为时不时有点什么声音冒出来，它难道是滴水的声音吗？这里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拍恐怖片或者是《盗墓笔记》《鬼吹灯》，真的可以来这个地方拍摄？我觉得这里完全都不用装饰了。你看地上也都是石头，到了这里
就是这个样子，我都有点不敢太往前走了，很害怕。这里呢一直在滴水，这个石头有点像钟乳石，真的是深不见底啊！哇，现在地下都是湿的，都不好走。而且这个地方完全没信号的，好像还有什么鸟、乌鸦的声音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全是乌鸦呀！我说怎么有乌鸦的叫声呢？你说你还能往前走吗？不害怕吗？算了，我们就走到这里吧。再往前走，我感觉太恐怖了。人多还好一点，这样人少，完全是不敢走的。这里离洞口可能就200米左右。其实我还是想往前走，但是过不了那个乌鸦那一关。感觉这些好像被很多人摸过一样的。哇，这里走的特别小心，因为完全没有灯光。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啊，就在于各种各样的。这里呢，也可以被古时候称为藏兵洞或者藏匿财宝，也可以这样说，因为这些地方一般是不被人发现的，在这种深山老林里面，可能也是被人无意中发现。刚刚碰到当地人说，他们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龙洞，只是说中间有一些洞口，花了好几个小时。他们说，可能整个穿越现在这座山脉叫铜锣山，如果真的是穿越铜锣山的话，那么有几百公里，你可能走几天几夜都走不出去的。这里是不是有像一只动物的头在这里，像熊或者是其他的在这里看着大地，对不对？有点像吧。再看看这种上面的。了不起啊！哇，有蝙蝠飞了，你看，很多蝙蝠在飞。我刚刚准备出这个山洞的时候，碰到几位游客也来这里参观，所以呢，重新跟他们一起进去探索一下，往里面多走一点点。以前没来过是吧？啊，我是拍摄视频，我就做自媒体啊。对。我现在继续往里面走，碰到几位当地的朋友，他们也进去看一下。漆黑一片的，完全里面是雾气浓浓的，跟仙境一样。这样有人走就不害怕了，还好一点，我是有手电筒，这里是没有信号的，他们还想看手机。来这个地方一定要带强光手电筒，像他们的手机，包括我的手机，照明是完全没用的，普通的手电筒都没用。来这些地方，大家还是要结伴，有手电筒都可能不是那么好走，因为这里崎岖不平，都是石头，都是经过上万年、几十万年前雨水冲刷出来的，因为这里以前可能就是河流。哦，哪里有蝙蝠？啊，上面没事，上面的这些蝙蝠是密密麻麻的，好多好多。哇，这里现在越来越小了，而且上面的蝙蝠是越来越多。它底下这些黑色的，估计就是蝙蝠拉的东西，大家都了解。这个地方好偏僻啊。好多虫哦，全部在洞到我们多看，哎，我不想进去了，我不想。差不多了，这里面估计也是差不多的。可能都是个样子。现在出去了，他们也不往前走了，那么我也不往前走了。这个地方没有强光手电筒是不行的，全是蝙蝠的叫声。现在
这个水其实很脏的，下面的水。这个可能以前有水，我估计这里。那原来是条河，应该是一条暗河，可能是。对，它要不然不会墙壁上磨得这么光滑，应该是雨水冲刷的。都是来拍照的。现在往外走了。未必你们2个车这3个人来。他们不是一起的。不是，我不是一起的，你一个人。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就不敢往里面走嘛。哇，这里还有字，这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。坐在门口的这位大哥告诉我，因为他是当地人，他经常进去。他告诉我，里面还有地下暗河，就是说，走了3个小时，大概有一个山洞，然后分岔口继续往里面走的话，那就有一条河流在那里，纯粹的地下暗河，他们当地人叫阴河，是很深的，可能深不见底，所以呢，他们一般也不往那里面去，最多就走到3个小时之后的那个山洞就回来。所以来这个地方，如果不是专业的探险的，大家尽量不要走到太深，就走个几百米就可以了。